今天开箱是联想拯救者 R9000P 4060显卡 2.5K 240Hz 游戏本，首报价8499元，比之前8000元的7745HX 版本贵了500元。从参数上看，只是升级了处理器，模具还是那个模具，外观还是那个外观。其实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压住这款 CPU。下面我来快速的开箱。这是它的外包装，这是封口，侧边是型号、序列号、具体配置。A 面是金属材质的，中间是一个劈叉的 Y。细磨砂喷漆工艺，容易沾染指纹止汗。不管你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，A 面按下去都会有这种下沉的感觉。B 面三边窄边花，下巴约为1指半，顶部有一个小刘海，稍微有一些宽。单手开合没有问题，最大角度不到180度。C 面塑料材质，全尺寸键盘，方按键是大的，有小键盘。按键的手感明显比 Y7000P 系列要好很多。触控板偏向左侧，不符合人体工程学，声音一致。机身左侧出风口 USB 接口，还有一个 C 口，不支持 PD 充电。右侧出风口 USB 接口，还有一个摄像头物理开关，耳机耳麦接口。背面两个出风口，一个网口，一个 C 口支持 PD 充电，一个 HDMI 和2个 USB， 一个充电接口。接口的数量上还是非常丰富的 ，USB 接口有4个，没有雷电4，也没有 USB 4，这是一个遗憾。而且 USB 的接口速度普遍偏低，长、宽、高，包括厚度和之前的版本一模一样。裸机2480克也是一样，电源适配器1060克，轻了100克，旅行重量3540克。电源适配器也是300瓦的，漏光是正常现象，以后不再会拍摄。性能控制软件有安静模式、均衡模式、野兽模式和超能模式，显卡有混合模式和独显直连模式切换。整个测试过程我们放在超能模式、独显直连模式下，所有驱动已经更新为官方最新版。目前待机情况下，所有程序都没有开，约为70度 CPU， 显卡约为51度。主板820版本 41WW， 处理器 R9 7945HX， 参数和台式机的 7950X 非常相似，一样的16核心32线程，韧四架构5纳米工艺，2级缓存都是16兆，3级缓存都是64兆，加起来是80兆。但是 7945HX 主频要低一些，基础频率 2.5G， 最高频率 5.4G。显卡 RTX 4060 8G 的显存，128的位宽，机 DDR6 颗粒来自三星，功率最高140瓦。实际上这个显卡有100瓦已经足够了，140瓦完全没有用，你也跑不到这么高。内存是三星 DDR5 5600的频率，实际上运行在5200频率上，读写速度59000，延时2秒 88.6， 速度一般。AMD 速度一般是通病，如果换成英特尔的 i9 的话，一般在8万分左右。屏幕是华星光电的16寸16:10，分辨率 2560×1600 240Hz 刷新率， GC 调光，既蓝光认证，100% sRGB 色域，实测 99%。 这是它色调响应和灰阶。屏幕最低亮度为5尼特，80%的亮度约为293尼特，100%最高亮度为474尼特，亮度还算非常高。硬盘是三星的 PM9A1 1TB， 速度还可以。PCIe 4.0， 无线网卡就比较拉了，是联发科的616 WiFi 6E 无线网卡，因为 AMD 用不了英特尔的无线网卡，所以没办法。鲁纳斯2020版跑分227万，现在开始单烤，25秒的时候 CPU 已经冲上了100度，单烤已经进行了34分钟，现在室内的温度是 24.7 度， CPU 的温度 94.8 度，核心温度 86.6 度。 CPU 前7个核心是 4.55G， 核心功率是95瓦，单双烤一共进行了60分钟，现在处理器的温度是81度，功率41瓦左右，频率 3.45G 左右。显卡这边的温度在80度左右，功率 139.3 瓦左右，频率2310，整机功率41加140瓦，达到了181瓦。不过这个功率比较的虚，显卡给太高的功率是没有用的，只是单纯的让你看起来它的总功率高，比较好看而已。机身位的噪音 60.7 分贝，人声位的噪音在 58.2 分贝。电源适配器总功率253瓦，整机总功率比 R9000P 的 7745HX 版本低了15瓦。主要还是这款 CPU 它的温度太高了，实在是压不住，只能说降低 CPU 的功率来保证机器的使用感受。中间区域稍微有一些热，两侧的感觉并不热，屏下的温度还是有一些高的。
R9P 的超能模式进行了 CPU 和显卡的默认超频，圣登贝奇 R23 单核1812分表现很一般，连续跑10轮多核，最高32283，最低31883，差值400。95瓦的 R9 7945HX 比 Y9P 130瓦的 i9 13900HX 单核弱 11%， 多核提升 13%， 比 i009 90瓦的 13900HX 单核弱 14%， 多核提升 25%， 比 R9P 82瓦的 7745HX 单核几乎一样，多核提升 44%， 比摩霸 7P 105瓦的 7845HX 单核弱 3%， 多核提升 19%， 比 i009P 100瓦的 i7 13700HX 单核弱 5%， 多核提升 32%。多线程性能的确很强大，而且16个核心都是大核，但是单核能力差不多也就13代 i5 的水平。显卡方面，今年4060显卡性能几乎差不多，跑分高低取决于厂家给了多少瓦功率，实际上100瓦以上性能几乎不会有明显提升，但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虚荣心，最高给到了140瓦，65瓦的性能释放可以达到3060的水平，超过100瓦完全没有意义。默认超频下，比 Y9P 提升 1%， 比 i09 提升 5%， 比天远3的3060显卡提升 19%， 比4050显卡提升 21%。微软引擎一般用于图片渲染和动画渲染，微软引擎吃处理器多核性能，比 Y9P 提升 15%， 比 i09 提升 22%， 比摩霸 7P 的 7845HX 提升 16%， 比 i9P 的 13700HX 提升 39%， 比 R9P 的 7745HX 提升 42%， 比摩霸新锐的 13650HX 提升 43%， 比天远4的 13900H 提升 46%。CUDA 和 RTX 引擎吃显卡性能与其他不超频的游戏本几乎相当。地平线5 1080P 超高特效99帧。2.5K 分辨率，平均帧数77帧。刺客信条奥德赛 1080P 超高特效80帧。2.5K 画质下 CPU 温度直逼100度，95度是很正常的事情。2.5K 平均帧数61帧。古墓丽影暗影 2.5K DLSS 开超高特效，平均帧数65帧。1080P 97帧。基准游戏测试 2.5K 画质下4070还是有的明显优势的，但是 1080P 分辨率下优势不那么明显，其他4060游戏本几乎差不多。当然，越后出的机器可以用到最新版的显卡驱动，会有一些驱动更新上的优势，不过总体上 AMD 和英特尔在帧数上的区别并不大。赛博朋克2077 2.5K 光线追踪超级特效，游戏里跑起来的 FPS 约为60帧左右， CPU 温度比较高，达到了92度，占用率比较少15%，频率 5.0、4.4 在波动， CPU 功率79瓦， GPU 72度左右，温度也不高，显卡功率110瓦左右。总结5阶2560x1600分辨率， FPS 无限制， DLSS 超级性能，整体特效极高。游戏的 FPS 在150、160左右， CPU 的温度在92度，主频 5.1G， 功率80瓦。显卡这边72度、73度、110瓦左右。其实室内的温度一点也不高，也就在25、6度左右。Apex 英雄 2560x1600 分辨率3重缓存开启加强化，特效超高，落地的 FPS 约为150、160左右，但是这边 CPU 的温度到了98度，温度非常离谱。绝地求生 2560x1600 分辨率渲染比例100%，特效全部超高。绝地求生落地的 FPS 在120帧左右，然后这边 CPU 温度95度，占用率15%，频率 4.8G 74瓦， GPU 76度120瓦，显卡频率2050。有人问我担不担心这个温度，如果是我自己用的机器，我肯定担心，长期使用的话，这个还真说不准。野外的 FPS 大约为100帧左右，和英特尔版本差不多，但是温度高非常的多。
更改为 2.5K 3级制的特效，分数可以达到170、180左右。16.2度，室内的温度并不高，已经开了空调的温度还是压不住。而且键盘上的温度也比较的烫手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共5条热管，然后是双风扇设计，和之前7745 HX 版本是一模一样的散热规格。两侧的散热鳍片是铝材质的，去年以前的机器都是铜的散热片。坊间传闻的双 CCD 和一个稍大的 CLUD 晶体单独负责内存控制器和互联总线的芯片，并没有让机器的发热情况有所改变，温度还是很高，甚至到了没有空调几乎玩不下去的情况。在30度的室温下，主流游戏测试帧数会普遍降低10帧，对比我们之前测试的数据，这是其他 UP 主不会告诉你的。满载下键盘异常烫手，并且伴随着明显的风扇小叫声，即使在待机情况下，风扇也会经常性的满速旋转，没有好的体验感。同样的模具性能比 i9-13900HX 单核性能弱 11%， 多核提升 13%。再次强调一下，室温对它的跑分影响非常大，20度、25度包括30度分数都差距很大。我承认它已经很强了，但是没有外面传的那么离谱。与13900HX 打得有来有回，不存在碾压。评测 UP 主只谈多核不谈单核，到底是单核使用场景更多还是多核使用场景更多？比7745 HX 单纯的多了8个大核，对游戏党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游戏上的提升，但是对微软这种渲染器来说，对比13900 HX 还是有一定提升的，大约 15%。 有小伙伴说我可以进行降压来降低 CPU 温度和噪音，对不起，这不是英特尔， AMD 本身的优化就是个问题。你降压后会经常遇到的死机、黑屏各种情况，这种在联想官方群里已经有很多人遇到了，并且降压后会损害硬件寿命，不要轻易尝试。那些 UP 主降压只测个几分钟，并没有长期稳定的测试，你肯定不会只用几分钟。机器的优点依旧是跑分高、屏幕亮度高、USB 接口4个，键盘手感不错，并且相对于 Y90P 来说，价格不是那么离谱。能不能入就看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个噪音和温度了。机器回血价8199元，某宝搜索店铺瑞腾电脑评测，找到回血链接拍下即可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，我们下期见。